你有没有想过，当宇航员站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或者在国际空间站回望我们美丽的地球时，他们内心涌现的不是豪迈与自豪，而是彻头彻尾的恐惧。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就曾坦言，出舱进入太空的瞬间，四周是深不见底的黑，那是用万丈深渊都无法形容的极致虚无。那种心理打击让他甚至不敢继续看下去。为什么这些万里挑一、心理素质极强的宇航员俯瞰家园时，精神会遭受如此压倒性的冲击？看完这条视频，你将明白3个核心真相。第一，什么是心理学中罕见的全景效应，以及它如何颠覆人类的固有认知。第二，太空中的极致黑暗与地球的黑夜有何本质不同？它是如何瞬间剥夺人类方向感，并让人产生生理错觉的？第三，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在宇宙尺度下究竟有多薄弱？而这种命悬一线的渺小感又是如何重塑人类宇宙观、治愈内耗的？而真正关键的问题还在后面。我们首先要聊一个心理学上的特殊名词——全景效应。这个效应非常奇特，在地球表面无论如何都无法触发，只有当你彻底离开地球，作为独立个体到达太空时，它才有可能被激活。简单来说，当人类第一次从外部完整俯瞰整颗星球时，大脑会产生巨大的陌生感与疏离感。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知经验都是局部性的，出门点外卖，用手机导航，感受到的空间是街道、城市和建筑。但在太空中，一眼望去，所有的国家、历史、文明都凝聚成一个微小的整体。这种认知尺度的剧烈跨越，会让宇航员觉得自己仿佛独立于宇宙而存在。望向那颗渺小的蓝色星球时，内心坚固的现实感会瞬间被抽离，随之而来的是无依无靠的巨大孤独。很多人以为太空里的黑和家里关灯、荒郊野外的夜空差不多，但真实情况是，两者的恐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地球的夜晚再黑，也有城市灯火、天空微光，甚至空气中的尘埃水汽都会折射光芒，大脑总能找到参照物确认方位。但太空中的黑是纯粹、极致、死寂的虚无。当宇航员面向背对太阳的深空时，那是能吞噬一切光线的黑，没有任何介质，没有任何反射。刘洋描述的万丈深渊，其实就是大脑缺乏视觉反馈后，身体本能产生的生理错觉。在这种剥夺了所有参照物的环境里，人类会瞬间失去上下左右的方向感，甚至产生一松手就会永远坠入无底深渊的极端恐惧。在地球上生活，我们总觉得天高地厚，大气层仿佛无穷无尽。每天看天气预报，经历风吹雨打，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坚不可摧。但在太空中，宇航员看到的真相却完全不同。地球和宇宙之间有一条清晰到令人窒息的边际线，一侧是蓝白相间、充满生机的地球，另一侧是漆黑死寂、布满致命辐射的宇宙。隔开这两者的仅仅是一层薄薄的大气层。从太空回望，这层保护伞在浩瀚宇宙的衬托下，薄得像一层蝉翼，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破碎。宇航员们理性上知道，这层薄膜挡住了高能宇宙射线，抵御了小行星撞击，留住了氧气。但亲眼看到全人类的性命悬在这层微弱的屏障之下时，那种命悬一线的无力感会瞬间击碎心理防线。为了让你更直观理解这种深层恐惧，我们做一次宇宙尺度的简单推演。如果地球遭遇一次微小的宇宙级外力干扰，会发生什么？一颗直径仅几公里的小行星突破大气层，会直接以极高速度撞击地壳，随之而来的超级海啸和火山爆发会瞬间席卷全球。我们牵挂的房贷、繁华的城市、数千年的文明，几分钟内就会化为乌有。遮天蔽日的尘埃锁死阳光，地球陷入核冬天，生态链断裂，人类这个引以为傲的智慧文明，在宇宙面前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在太空回望，这种绝对的脆弱性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压迫感，让你真切感受到人类不过是寄生在一颗玻璃弹珠上的蝼蚁，世间所有的内耗与纷争在宇宙尺度里都微不足道。除了视觉震撼，听觉的完全丧失也是恐惧的催化剂。在地球上，即使最安静的深夜，也有微风、虫鸣、远处的城市轰鸣，大脑早已习惯通过这些细微声音确认安全。但太空是绝对的真空，声音无法传播。宇航员舱外行走时，只能听到宇航服内自己沉重的呼吸声，以及生命维持系统单调的机械运转声。
身外是绵延几百亿光年的绝对死寂。这种极致的感官剥夺会疯狂触发人类基因深处的幽闭恐惧与旷野恐惧，大脑在疯狂报警，因为它明确告诉你，你身处一个完全违背人类生存进化规则的死亡地带。而在这种生理极限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精神折磨，来自距离拉长后的终极孤独。这种终极孤立感在阿波罗登月宇航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站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表面，仰头看到的是比地球看月亮大好几倍的超级地球。全景效应叠加巨物恐惧症，直接震撼了他们的心灵。阿波罗宇航员柯林斯回到地球后说，隔着这个距离，人类世界的喧嚣、纷争、恩怨全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孤独文明显悬在虚空中的悲哀。而1990年旅行者1号在64亿公里外拍摄的暗淡蓝点照片中，地球仅占 0.12 个像素，只是一粒漂浮在太阳光束中的微尘。宇航员亲眼面对这种画面时，长期建立的世界观会瞬间崩塌。我们拼尽全力守护的家园，在宇宙中微弱到几乎无法分辨。为什么我们面对宇宙会本能恐惧？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人类进化机制进入深空时的错配。我们身体早就习惯地球生活，根本没做好奔赴宇宙的准备。人类在地球上进化了上百万年，双脚适应了重力，眼睛适应了有大气折射的光线，耳朵适应了空气传播的声音。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在地面上寻找食物、躲避野兽而设计的。在基因逻辑里，有边界、有参照物、有稳定重力才等于安全。而太空恰恰剥夺了所有安全感，没有上下左右，没有坚实大地，只有无尽虚无和一颗孤独的星球。宇航员站在太空时，大脑在疯狂处理这些人类进化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极端信号。这种本能恐惧其实是基因对陌生、无法掌控环境的强烈排异反应。我们自以为用科技征服了太空，但身体和思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地球产物。很多人以为宇航员在太空感受到的恐惧和负面情绪会让他们回到地球后变得消极抑郁，但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宇航员经历这种精神洗礼后，非但没有沉沦，反而获得了认知的升华。这就是全景效应最神奇的反转。目睹地球的渺小和脆弱后，他们回到地球往往更崇尚和平，更积极投入环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在太空隔绝了世俗纷扰后，他们看透了人类内部内耗与纷争的荒谬。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在这个小点上，每个你爱的人，每个你认识的人，每个你曾听过的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一生。这种宇宙级恐惧的终点，不是绝望，而是对生命的极致敬畏，以及对我们唯一家园的无限珍惜。世间名利纷争放在宇宙尺度里，全都不值一提。3条核心结论总结，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视频：第一，宇航员的恐惧源于全景效应，这是一种从宇宙视角审视整颗星球时，因认知边界被打破而产生的宏观虚无感。第二，太空的绝对黑暗与死寂触发了人类进化基因中的保护机制，缺乏参照物会让大脑产生直面深渊的生理错觉与方向感丧失。第三，目睹大气层和地球的极度脆弱，让宇航员深刻意识到人类文明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从而完成了从本能恐惧到生命敬畏的认知重塑，也让我们学会放下内耗，珍惜当下。你觉得在今天分享的内容里，最让你感到震撼的一点是什么？如果未来太空旅行全面普及，你有机会亲自去太空回望地球，你觉得你自己能适应那种极致的孤独和虚无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解释世界，带你拓展认知边界，治愈内耗的内容，记得点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